干活，连跳楼这种极端方法你都想得出来。我要是武当掌门，我也开除你啊！得，那我这就上去。放心吧，老秦已经去了。那行吧。11个，宝儿姐，这11个人送回公司也是功劳一件吧？嗯。你这么横，应该是领头的吧？这样，你告诉我谁让你们来的，我就让你们回去。小毛孩子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做我们这行的，讲的就是个信用。告诉你，那我以后就甭混了。我不说，你能拿我怎么着？我能拿你怎么着？宝儿姐，告诉他我能拿他怎么着。要得。84。了解了没有？我这是工伤，已经报回公司了。我们公司是一个团结的公司，是一个有爱的集体。你的名字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在我们公司挂上号了。你把我打成这样，从今以后就是我们公司的重点关照对象，还想去外面混？你这是诬陷！哦，诬陷。你是一开始就知道他这么贱，才让我找他的吗？我哪知道啊？这算是意外的收获吧。我不可能说。你们有什么冲我来？为什么要接近我的家人？王道长，我们还没对你家人动手呢，急什么呀？你还敢动手？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外面还有几个同伙？你说不说？老王，别动手啊！对啊，老王，你看我自残成这样，他也不说，要不我们再去聊聊？现在要想找到幕后黑手，你俩的内景是不是得拿出来用一用了呀？你们俩啥表情啊？我又说错话了？你说的没错，这是我的事儿，应该由我一个人来扛。别呀，要那么轻松能扛下来，你一开始就这么做不就好了吗？一起吧，把阿莲也算上，咱仨一起扛。一起？你逗我呢？不是啊，你们能不能算出来，给我个准信儿啊？老王，你能把4盘都归正吗？能。你说3人一起是什么意思？3个人一起怎么占卜？原来也有你不会的事儿啊！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武侯家的绝学了。我们老早就发现了，内景并不是所有术士独有的，进入内景之后，都是相同的。宝儿姐，一会儿你要守好我们3个，还有啊，别让那边人跑了啊！好吧。这句了，他们懂不了了。我好喜欢宝儿姐的风格。走吧，我们找一个空旷的地方。张主任，那眼睛还好吗？我把他揉回去。老王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，就这儿吧。首先，这个阵法得由老王来布局。奇门4盘每个时辰波动一次，这个阵法必须在4盘都归正的时候才能使用。也就是说，3奇6移、8门、9星、8神都得落在各自的宫位上。这种时辰可遇不可求，所以在我们诸葛家眼中，这个阵法超级不实用。但是老王在这儿呢，所以对于时间的苛刻要求就不成问题了。第2步，得有懂得行气之人落宫，以自己为祭品。据老人说，先祖孔明曾经打算凑齐暗合3奇6移的15名祭品，以此阵获得通天的力量。可惜啊，最后功败垂成。当然了，我们只有3个人，更不是什么化身，也不想要什么通天的力量。
不过就问个事儿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一会儿我占丙火刑罚，老王，你占丁火。老张本部和乙木，你用金光咒就可以了。宝儿姐，你替我们3个人守关。我们3人站3旗，我以此阵，带我们一起进入内境。开始吧，老王。奇门显象心法。诸葛青，这就是你来找我的真正目的吧？无论用什么借口都好，你想再看看封后奇门？没什么变化呀。他这边好了，那我去哪里啊？你在那边。开始吧。离字，爆炎，金光咒，离字，萤火流光，遁甲出阵，归元阵。这是哪？张楚岚，你和老王现在都在我的内境。用你能理解的话来说，你们都在我的精神世界，而身体则都有宝儿姐在外边守着呢。这么牛？老张，你不是提到双色球吗？你试试在脑海里问一下下棋双色球的号码。问？怎么问？随便想想就可以吗？这就是那个答案，打碎它，你就得到了这个答案。打不开呀！哎，你们俩打开是不是会比我简单啊？聪明啊！因为这双号码对我们2个来说毫无意义，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得到它。而由于你们就在我们的内境之中，所以这些信息都是可以共享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双色球号码告诉别人，会怎么样？这就叫7天，你的命运会被削减的。轻则遭遇各种不顺，重则横死。惩罚的轻重取决于你透露的信息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。但如果你以模糊的暗语传达出去的话，也许可以减轻一点惩罚的效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术士说话总是云山雾绕的原因。好了，老张，基本概念你已经了解了。开始吧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问的事情。这次事件幕后指使的身份。这么大，这看着就比问双色球彩票那个球大太多了吧？的确，不然也不会3个人一起进来了。而且在这里消耗和损伤的，是你们的生命力。要退出还来得及。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，不用你啰嗦。哇，折寿这件事得加钱啊！开始吧，老张，你用雷法，全力攻击这个光球。哎，
我的雷法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在这个局中，你是踏着以旗进入内境的，所以现在是乙木的化身，而我为冰火。我为丁火。这个光球越来越大了，我们击不碎它。他在抵抗。你们以为这么重要的信息是随便就能得到的吗？都给我做好玩命的打算！长孙，坚持住！撑过了。靠我一个人，恐怕要丢半条命才能做到。怎么样，老王？见识到了吧？武侯奇门的妙处。老王，记得加钱啊！都知道了吧？幕后的黑手。数字门目前头号人物，师老之一，陈金奎。你们术士还真是轻松啊，轻轻松松就可以知道想要的答案。要不是你们带我进内境，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有这种体验。我们要不趁着现在阵法还没结束，再多问几个问题？想都不要想！张楚岚，你问了什么？这就是甲申之乱的真相吗？张楚岚，张楚岚，停下！放弃吧，别说我们3个，就算10个、100个也打不开。张楚岚，醒醒！这家伙到底问了什么？快醒醒！来了，3个全来了，赶紧把他们那起算过来。这个这样吧，阿道，张楚岚，而且，我去，什么情况？
终于醒了，快走！金人！啊！什么情况？啊！等！醒了，我看你们气到处乱窜，完全走偏了，给你们顺气脉。张楚岚，你到底问的什么呀？你差点把我们两个都害死，你知不知道？问你话呢？算了，老秦，把外行拉入内井，我没有责任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大家了。你没有受过奇门心法训练，为迷惑在所难免。如果我没有从内境中醒过来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如果你不清醒过来的话，咱们三奇的身份就不成立，我也就没有办法解除阵法。而你，如果执意去冲击那个答案的话，肯定会粉身碎骨，最后我们两个也会被那个答案给吞噬，沉沦在内境之中，变成行尸走肉。宝儿姐，幸亏你出手的及时，大恩不言谢。没得死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次冒险还算值得。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了面对的敌人是谁了。接下来交给我了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我的工作还没结束呢。你就是张楚岚一人演武大会的冠军。陈爷，那都是小聪明小把戏，跟陈爷肯定是没法比的了。说吧，突然过来找我，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陈爷，武当王爷您认识吧？不认识，没见过。不认识，没见过。那就奇怪了。我怎么听人说您在他家人身边安排了很多人呢？陈爷，您别生气，我也是受人之托过来跟您谈一谈。王爷是这样觉得，有什么事儿您冲他来，千万别扯上家人。双方都这样的话，是不是不好办呀？陈爷，我再给您个建议，您要是真想跟王爷开战，那就去1对1，或者您喊50个人围殴他也可以，就是别扯上家人。对了，听说您那些朋友都挺贵的，把他们撤了吧。你们到底用的什么手段？不但知道了我们后面人是谁，还让他们能取消订单？运气，完全就是运气。那这几天怠慢大家了，每个人1份，大家千万别推辞。之前不管怎么对大家，那都是哪都通员工张楚岚干的。现在事情结束了呀，我们虽然谈不上交情，但绝对没仇。以后说不定还有求各位的时候。这些钱都是我们小王总给大家的一点心意，希望大家在这边玩得开心。王爷，我就不和你道歉了，我们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绝对没有针对你的意思。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事儿，联系我们，保证给你办妥。各位，告辞。慢走啊！谢了，老张。这钱本来是给你的，但你让他们领了我的人情。说实话，你还是给我上了一课。这都是小意思。哎，一会儿哪吃啊，宝儿姐？烤鸭。过来。
终于玩活了！这么多天，好久没有吃顿正经饭了。完活？完了？基本上啊，就差个收尾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冲进陈金贵家，杀他全家！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双方都没有到图穷匕见的程度，正是各退一步的好时机。他会把人叫走，为什么？说明他也有顾忌，他有顾忌就好办。论实力，你比陈金奎强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次你这么头疼啊？因为你碰上的是个无赖。什么是无赖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所以他玩你们这种，就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但如果无赖碰上了无赖呢？在双方没有撕破脸皮之前，大家都会谨慎起见，因为一旦撕破脸皮，那就是一场比谁更没有下限的较量。所以啊，为了保护你家人，你必须告诉他们，你也是个无赖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离开家，随便去哪都行。你不可能一个人护住你们全家人的，反而会让别人看到你的弱点。所以离开家，把会的工作交给别人。我倒是这么想过，可是我交给谁我才能放心呢？看我干嘛？老青，我看你也挺闲的，要不来我家做个兼职？不行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推3个人选。我这几个朋友比那些保镖靠谱吧？这每个身手还真不错。那您考虑考虑，把他们请过来。个高那个就当您的贴身男保镖，那个女孩当我妈的贴身女保镖，个矮那个保护一哥全家。你安排的这么好，是不是又打算出去啊？早几年，你大学一毕业就要出家，气得我狠狠地打了你一巴掌，盼了你这么久，你终于从武当回来了，结果呢，还是留不住你。爸，那您要是还不解气的话，要不你再给我一巴掌？儿子，你长大了，自己的路呢，自己走。爸，就求你一件事情，出去啊，遇到什么危险、麻烦，千万不要自己扛着，回家有老爸呢。得嘞，老爸。其实我知道您有钱有能耐，但像豪车、豪宅这些我真用不上，您还是留给我那2个哥哥吧。是啊，所以我一直拿你没有办法。爸，您别这么说。其实我比他们更依赖您，因为有您在，才让我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，成为了我自己。爸，谢谢您。你那几个朋友，我留下。明天好好陪你妈吃顿饭，别提这事。他那边呢，我去哄。儿子，你呢，就悄悄走吧。宝儿姐，酒店早餐有黄瓜吗？厨房哪里？你居然去人厨房了？领导等挺好嘞。你还当人面？
张先生，您的车已经帮您停在门口了，这是您的钥匙。谢谢。挣了那么多钱，怎么还这么小气？老王，这次还得多谢谢你啊！要不是要回公司上班，你这酒店我还想多住几天。哪儿的话，这次是我多谢你们了，让我的家人摆脱了假身乱局。接下来的事我自个儿应付。先走了。张楚岚，风宝宝，有缘再见了。对了，多的钱我已经打回你账户里了啊！啊，你不想赚钱了？你都带我进内景了，是我自己没本事要不到答案，你又不欠我，以后再见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喽。嚯，我这都多少年没见人摇过车窗了？那我再给你摇一次。得了，快走吧你。王爷，谢谢你。虽然我只模糊地看到了一些真相，接下来我必须找到原因。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路。那两个他已经送走了。突然清静下来了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你呢？你打算回去吗？不回去，我得到处去逛逛。要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啊，我也遇不上那么多有趣的人、有趣的事儿。我都有点上瘾了。你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其实这2天我一直在合计，为什么那个张楚岚那么游刃有余？我这个人呢，不是自夸，也算得上是聪明。从小就能把身边所有人都应付好，爹妈、老师、同学，包括我那2个哥哥，我都能让他们满意。可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成绩，对我来说真的只是应付而已。我觉得那些玩意儿好麻烦呐，所以毕业之后，我就先去武当修修心。你知道吗？在那之后，当我面对我身边人的时候，我有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。看你们那些愚蠢的人呐，成天为了自己那点小欲望疲于奔命。看我，多逍遥，多自在！你们还在世间操劳的时候，老子已经出世了呀。可是，这种优越感这几天荡然无存了。原来我也有应付不了的事儿。而这么脱俗的我，不得不求助一个最俗不可耐的家伙。为什么你在所有选择里选择了最烂的一个？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无论是什么结果，我自己扛。虽然我不知道张楚岚在内景里问了什么，但他要面对的真相是一场灾难。现在我相信，哪怕有一天他真的踏上了那辆火车，找到了那个真相，他也应该早已能够坦然面对一切风浪。看着那2个家伙，我才发现自己有多蠢。而今天他们身上所拥有的，我不具备的，正是世俗的过往雕琢打磨后的结果。而与他们相比较，我所长的，无非只是更好命而已。一直逃避入世的我，哪有资格谈出世？
老王，其实不管怎么说吧，经历了这个事儿，你能有所收获，那都算好事儿。不过你千万别学阿莲啊，真太臭不要脸了。我不是那意思。其实我在想，太师爷让我离开武当，或许是另有深意吧。我也出来吧，做个行者，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。我的离开，也能让我家人的生活回归平静。走了，就这么走了？宝儿姐，还有黄瓜吗？给我也来一根。是我。你真敢过来啊？不怕我杀了你？笑什么？你要是想杀我，现在就动手。想杀我的人那么多，死在你手里，是最好的选择。怎么，下不了手啊？因为我们是一类人，对吧？谁跟你是一类人？你阴我。我掌握了关于八七七的秘密，交出来，我无路可。我去！看什么看？我也是要脸的。我偷偷出来见你这个人渣，当然要做准备了。你还是没变。这是你爷爷和我重要的记忆，假身之乱的真相就在这里，但是只能我来解开。我交给你，不是因为信任你，而是你一定会来找我。什么情况？没时间解释了，赶紧走！先走追！是。全信散了，我只能东躲西藏，我没有力量继续获取真相。这一天还是来了，我不得不回到那个地方。张楚来，我已经把所有关于你的记忆提前做了标记，希望能再见面。你大概是唯一能帮助我的人。怎么着？还跑吗？好久不见，公哥。你要是想我了，直接一通电话就行了。我也想你了。我都多少年没回去了？那你今晚就跟我回去见太爷。好啊，这么多年，也不知道太爷的身体怎么样了。
干什么？别打了，别活的！你以为这样就能逃得掉吗？做梦！带走。天使爷竭力想要守住的那个秘密，终究还是守不住了。你说人到如何程度才占有满足？长饮长情方长情经营，是真笼罩的世界和出来的退路，看不清迷雾，信仰成为我的支柱。我想你会发现，人生被条框束缚，正常一无变正常的心。你想要的逍遥，混乱中皆焦躁，不用风雨那边生风吹散所有欢笑。云雾笼罩四方，我既逍遥又何须再伪装？人潮拥挤追逐不变的规律，我有些时候如此盲目的前进。驻足于山门外，云游于城市中，又有谁能看透这浮躁？八卦中寻方位，内境中不吉凶，腐朽阳江与林深不安处。你说人到如何程度才占有满足？不由风雨那边乘风吹散所有欢笑。七个聚小周天之变，人事纷扰，各有挣扎。七个聚小周天之变，人事纷扰，各有挣扎。山间的风得以越过苍穹，慵懒地低着头，好像活在白日梦里的身体，轻倚着车窗天堂，内心中的秘密在逐渐浮现光芒。会有多少人觊觎着奇迹，在奇迹无法轻易结束的闹剧，要学会面对片刻迷茫，请别执着方向。你说人到如何